什么呀？县主，公主的尸体被烧得过于严重。县主昏迷期间，太常寺已封存残骸于夏宫，待抓到真凶，查明真相后，再行入殓。这对金钏最为漂亮，你我各一颗。县主，这位郎君就是在西南回廊被抓住的，要查飞过时，他就在附近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见过不成县主。县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你用的什么熏香？家母所配，我也不知。你方才说自己叫什么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令尊可是太子太傅萧文渊？是。宴席期间为何离席？身子不适，前去更衣。更衣需绕行那么远？久未入宫，一时迷了路。案发之时，你人在回廊，刚好经过。可看到了什么？看到药叉从空中飞过，还未看清，便被禁卫拦下了。山藤纸、松叶墨、纸张焚烧，烧过什么？带下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县主若想破案，不妨去行石上火与木下清，挂中有乾坤。装神弄鬼，
带走。是。如意阁上有情况。果然，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是固定药叉用的。为了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没少费功夫。蜡油、丝线。果然，原来就是这个将药叉风筝拽过来的。对面蜡烛燃尽，固定风筝的丝线崩断，这里的机关就立刻被触动。有人处心积虑，想要王胜的命。若想要药叉在公主跳舞时升空，不光要知道宴会的流程、公主出场的时辰，而且还要提前布置好装置，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点燃蜡烛。凶手必定能在宫中自由走动。屋顶上的蜡油差不多半个时辰就能烧完。事发时，宴会进行了约3刻，所以说，凶手必须要在宴会开始前1刻左右就布置好装置，并点燃蜡烛。宴会开始时，我曾在那处阁楼中看到过太史城。从如意阁顶到县主所说的位置，就算是身手了得之人，也至少要2刻才能赶到。所以说，不会是那太史城，不是他。如意阁顶是时上火，这里也确实有木下金。那个太史城靠卜算算得这么准，他一定看到了什么。县主终于来了。跟我走。县主可以还我清白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你做的。既然如此，告辞。你可以走，但要跟我去查案。我是太史局官员，如何查案？我知道你去了哪里，见了谁。不信？你呀，去了花萼香灰楼。太史城在上元夜宴时入宫，必定是被秘密召见，所以你不敢说出自己的行踪。你在西南回廊看到了药叉现身，虽只是蛛丝马迹，但你的眼睛和脑子都很厉害。坐牢的功夫便想明白了机关的全貌。确实是萧某匆匆一瞥，随后推演出来的。但县主所说其他，恕难告知。既然县主已知我无罪，属下官告辞。圣上口谕：和亲当前，公主横死，恐有人为祸后宫。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智敏无双，见微知著，可与福昌县主李佩仪共破此案。接旨。
太史丞，圣上的英明决断，你可有异议呀？圣上还特赐一枚灵符，你可以自由出入兴庆宫。臣谢恩。县主，当务之急是速速查明此案，莫让公主抱恨终天。是。这也是县主安排的。圣上旨意，谁能安排？县主究竟如何得知的？得知什么？客卿出物女，留指月语，其色青黑，此相何意？关心者，不可沾，不可断。青黑之色，绝非吉兆，朕心难安。你看看吧。这密折比太史局送进来的还要早3个时辰。这密折来自何处？物女亦成虚女，主婚嫁。如今宫中只有一回合和亲这桩婚事。正月戊，正是吉日。朕担心有人会借此星象作乱，如果合金不成，恐后患无穷。传此密折者，其心必异。你帮朕把他给找出来。臣惶恐。朕需要一个与朝中各派均无瓜葛之人，所以只能派你前去。臣尽力。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第3人知道。久闻圣上格外宠爱县主，但命太史丞查案，绝非小事。县主如何说动圣上的？太史丞这是要抗旨吗？不明不白，恕难从免。我本没有必要同你解释，但既然你也对真相如此坚持，倒让我有些惺惺相惜。太史局官员不能随意入宫，圣上又是秘密召见，恐怕是星象出现了恶兆，无非是前朝动荡、后宫不宁之类的。圣上本就不安，现在婉顺遭逢不测，圣上必然会担心此事与星象有关。你与我一同查案，能令圣上心安。若圣上不下旨呢？你走在太史局，自是不了解我。走吧。我踱来踱往惯了，不喜与人同行。宫灯中爆燃的火药是民间私造的，线索应该在宫外。那我便去查火药的来源。告辞。火药的事，真让他去查。找个人跟着他，别让他出事。是。县主可认识？太史丞怕喜，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。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竟然死了。血还未干，凶手没有作用。和舞台旁发现的嫌疑一致，都是宫中所用油靴。
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县主还是怀疑我，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可县主随行我至此，说元帝后加殷的，不也是你吗？这院子并未在地图上标出。方才我与顾司时经过此处，距离水渠的位置很近，离火药铺子也不算远，却在地图上未见标识，如此隐蔽，想必是凶手特意选定的。我听说过有人可依计寻人，太史丞竟也有如此本事，我当真没有看错人。可还有其他线索？鞋印残缺，目前只有这些。县主可要亲自验尸？请太史丞回避。一刀刺在胸口，伤口足够深，才能流出这么多血。杀你的人一定非常恨你，他是谁？这媳妇真漂亮，可惜了。哎，有火药味，当心！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从这些造血印看来，此人确有6指之躯，但有一些只有残印，无法确认这些脚印是否同属一人。明日去一趟右相府，查查这位出阁的深闺女子，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。小主，这伤，这衣服怎么会在玲玲这儿？我们被骗了，玲玲，不是公主。县主，太史丞已经知道了。玲玲就是那晚袭击我的人。如果可以认识玲玲，
他去护送回纥王子，袭击未故嗣侄，再杀刘特义，那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杀害崔曼书。明明是凶犯，但只是其中一个，而另一个凶犯比凌宁更隐蔽，更无声无息。太史丞心细如发。就算黑衣销毁，若我坚持要为15公主验尸，公主所谓的遗骨也是瞒不住的。凌宁的死因，仵作也很快就能查出来。所以，献主是如何发现直指15公主的证据的？那幅绣图，只可能出自婉顺之手。不过，早在云车楼之后，献主就已经怀疑15公主是假死了吧？你不至于，就连内司伯都不知情。我不相信那是个巧合。献主提早一步找到公主，是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婉顺想要回宫，我就带她回去，向圣上坦密一切，然后跪在兴庆宫前替她求情。若她想离开呢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，公主也一样。你是要我把我最好的朋友押回去吗？若献主心意已决，平萧母是拦不住的。那你又何必赶来？拦不住，也要来。我奉圣上旨意助你查案，找到真凶，职责所在，责无旁贷。太史丞，你去面圣吧。现在就去将真相禀明圣上。你的问题我想好了，若婉顺想走，我就拼死送她离开，之后去向圣上请罪，用我一命抵婉顺一命，这是我的代价。你找到我了。你来干嘛？我爹听说你受伤了，专程给你送鹤顶红来，祝你早死早超生。伤口清洗后，每日敷1次，一共敷10天，敷10次，应该就会好的差不多了。
替我谢谢他，改日我会登门拜访。对了，我可警告你，下次不准再干这种事情，我可不想再给你送一次药。如果我不挡的话，萨摩就没命了。那你傻呀？那你不也会没命吗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更何况我已经答应那家伙要罩着他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得算数吧。叶少卿，哎呦！大概是昨夜几时发生的事情。子时之后了，昨天晚上那雨下的也忒大了，我店里好多食客都赶不回家去了，我就延长了营业时间。有人与他同行吗？有，不过先回家了。另一个后来也不见了，我到处找了都没找着他呀。死者身份要不要公开啊？先别急，先带回大理寺，等双爷的解剖结果出来再说。明白，抬走吧。萨摩，哎，上菜来啦！上羊排，稳着点啊！香，来，客官，您这边香喷喷的羊排来啦！二位，你们点的羊排，请慢用。哎，来啦！您二位看看，这是我们店的招牌菜，可不错呢。哎，好好干啊！好嘞，给我慢用啊！您先尝尝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昨天封禁酒馆那事儿，你说邪乎不邪乎？可不嘛！酒馆在闹市，不可能有人进得去。是啊，你说这唐观都被通缉整整1年了，这还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！哼，我觉得呀，哎，二位客官，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人这一共是80万，能找了。怎么说？那个尸体被撕成了一块一块的，就像是在森林里。又在偷懒啊？没有。哎，你可别说了，慢慢吃啊。这一会儿啊，怎么阳台我该吃不下去。听说啊，那封禁酒楼昨晚死人了。哼，他们啊，仗着地理位置好，就往酒里掺水，现在吧，活该。哎，要不咱们店也先关店2天，正好呢，好好准备准备新菜式，迎接大多的顾客。想太多，你去哪儿？大理寺。你个死老外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干活！啊！哎，双叶，你能不能不让你家慧慧乱跑啊？哎，你东西能不能不乱摆？你怎么不摆城墙上去啊？你。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排除人为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喉部的齿痕迹很深，浑身上下有多处撕扯的痕迹，应该是大型猛兽所致。长安城有大型猛兽出没？请进。是紫苏吧？
是我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。死者是在树上面发现的？没错。我听说豹子会将死去的猎物藏在树上。豹子？不，老大，离长安城最近的山林在西北方向，要不我去打探一下？好，你去备车。初步判定，死者是死于意外，通缉犯的身份可以公诸于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哟，李少卿，这么容易就下定论了？哟，不请自来嘛。这么诡异的案子，我如果不出一臂之力的话，怕你们玩不转。报个价吧。这次免费，你之前替我挡了一刀，算还你个人情，咱们两清了。来，当心点啊！快走，快走！走。哎，怎么见了我们跟见了瘟神似的？来，回来，哎，回来！来，别怕，我们是大理寺官差。谢谢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官人，您不知道吗？昨天长安城里死了人。我们就是为调查此事而来。官人，您可千万要救救我们呀！我们什么亏心事都没做呀。此话怎讲？这怪兽常年都在山林里，10年前出现过一次，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。这次却直接进了长安城，哎，一定是有人得罪了他，才会惨遭杀害，真是太可怕了。 10年前有人被杀吗？有，死状跟那个人一模一样。那这怪兽到底是什么？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，只听过一些传闻。传闻说是只黑豹，可是我听说所有见过它的人全都死了。 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胡说。长安城里怎么可能会有黑豹？小朋友，来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走了，走。要我说，一定就是山上的野兽下来捕猎，刚好遇到了县城的猎物。野兽。 可以是山里来的，但它不一定是自己来，而是有人带过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有现成的掩人耳目的先例，干嘛不直接利用？回家！什么？哎，还没进村呢就回家？这里已经问到了有效的线索，再待下去只会混淆视听。 走吧，走吧。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子苏，礼部尚书刘渊、吴萨将军，还有那姓方的商人，这3个人帮我查一下。子苏，怎么了？那个礼部侍郎刘渊的儿子刘峰，前阵子死在了赌场。 杀害刘峰的凶手就是那个唐冠。没错。如果说这个怪物不是从大山里跑出来的，而是被人圈养的呢？谁有这么大能耐，能弄来一只黑豹？这刘渊是礼部尚书，
如果他勾结胡氏，索要贡品呢？大理寺长，我问你啊，这2天有没有什么大型的马车经过？这几日入城的大型马车并不多，小的记得十分清楚，有礼部尚书刘渊官人，兵部的吴萨将军，还有一位姓方的商人。哦，那他马车里都装的什么呀？这个嘛，小的没接到抽查的命令，于是就放他们过去了。以后查仔细点儿。是。对不起啊，2位，我家主人染了风寒，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，恐怕今天不能会面。你就说大理寺李治有事要找他，耽误不了多久。好，2位这边请。我家主人呐，平常最疼爱公子，一心希望他能继承家业。公子参加科考不顺，去赌场挥霍钱财散心，不料碰到了一个视财如命的杀人犯，结果葬送了大好前程。这么说，刘公子并不是赌场的常客。他那次是第1次去赌场。管家。啊哈，对不起了2位，我家主人实在是不愿意回忆与公子相关的事宜。待主人调整好心情，择日专程邀请2位官人来府上做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啊，走。那慢走，不送了。请。请。哎，不用送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去趟风信酒馆。一起去吧。你是官差，一身正气的，谁见你不怕？你能问出什么呀？你等消息吧，我去就回。哎。老板，来一坛黄酒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最近人都不多啊。自打出了那个事儿，好多人都不敢来了。我听说当时跟唐官一起喝酒的那2个人，现在也没消息了。其实啊，就是为了自保。怎么讲？我看小哥你也不是官府的人，我就跟你说说。啊，那2个人呢，是唐官的结拜兄弟，都是岭南人，经常照顾我的生意。这唐冠出逃以后啊，就是他们俩暗地里接济他。要说有人找唐冠复仇的话，这2个人肯定会被牵连进去。那这2个人也挺可怜的啊。是啊，其中有一个还开着烧饼店呢。这不，最近呢都不敢营业了。有人吗？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苏老板吧？我是啊。啊，那个我大理寺的。我们老板不在家，你走吧。哎，就想随便跟你聊聊。你怎么听不懂话呀？苏老板不在家。不是。哎，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城里的地址啊？你不是官差吗？自己查去。什么呀？什么态度？啊啊！等啊啊啊！倒霉死了！哼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死者陈礼，这是之前的死者唐冠，可以确认这两个人的伤口几乎完全一致。两起案子的现场情形也基本相同，应该是同一凶手所为。这应该是连环杀人案。听说昨晚平康坊也死了一个人。对，已经确认是自杀。和这两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我来的路上去了趟平康坊。去那干嘛？我在樊社听说平康坊刚刚有个姑娘上吊了。我查到这死者陈礼和上吊的雪儿姑娘是相好，而且刘尚书的堂弟也想把这雪儿姑娘娶回家里做妾。刘尚书，礼部尚书刘渊，正是。而且这刘尚书的堂弟刘波，他一直住在刘府里。走。这是我的堂弟刘波，近日来到长安城做生意。哎，刘尚书，您的这位堂弟，我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或许是因为我们兄弟之间有些相像罢了。哎，不，我总觉得在别的地方见过。你是不是去过平康坊？是去过。雪儿姑娘的死，
你可知道啊？有耳闻。别装了，想要为雪儿赎身，纳她为妾的人，就是你吧？不，这就是他，那又怎样？你们如此无礼，如此咄咄逼人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之前唐冠一案与此次平康坊风波，恐怕都与你刘府有密切的关系。刘尚书，你应该知道，朝廷重臣犯案是什么后果。我刘渊向来光明磊落，做了就是做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那刘尚书能不能说明一下，近几日从城外进来的大型马车之中都装了些什么？哼，我这没有必要告诉你吧。还有，那间房间里又有什么？是府上堆放杂物用的。哦，那全府上下只有那个房间上了锁，难道是怕什么东西跑出来？一派胡言！老大，确实在上锁的房间发现了豹子，但不是黑色的，跟他一样是个病号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这看着身子骨挺硬朗的呀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私闯我的府邸？什么人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刘尚书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李少卿，您误会了。主人，事已至此，也别再瞒着了。我家主人风寒缠身，终日被病痛所折磨。偶然间听高人说，爆骨入药可以治疗筋骨疼痛、风寒湿痹，便利用职务之便所得病报一支，圈养在家中后院。这府上所有人都能作证，这病报从未走出刘府半步，更不用说杀人了。我想再回现场看看。萨摩，我们走。萨摩，谢谢。四娘，你听说过会变成黑豹的猫吗？哼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们大理寺很奇怪。什么态度？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。你有眉目了？还没有。那就更想不通了。2起命案里都发现了猫爪印，但是看起来又是猛兽所致。子苏，你去查一下唐冠、陈礼还有苏阳明这3个人的关系。早就查过了，这几个人成天走南闯北，居无定所的，能查到的资料实在太少了。那以前的资料就什么都没有吗？他们来到长安城也就1-2年的事儿。那你就去查一下，他们来到长安城这1年里，有没有重大的案件发生？嫌犯祖籍是岭南的，重点关注一下。有人要吃饭吗？哎，我要烧鸡、烧鸭、烧鹅，迟早把你给烧了。不三不四，开饭！
你怎么了？不是，三炮怎么没来？我让他悄悄溜到刘家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不对，刘尚书应该跟此案无关。过来。紫苏姑娘，紫苏姑娘，查到了2起案件，一是地下钱庄被洗劫一空，2是一名岭南籍的马匪被处死。马匪，什么来头？当时有一个马匪集团，经常在官道上流动作案。那个官道在哪里啊？就在城南，通往山区的那边。哦，走。大爷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好，这儿前2年是不是有几个马匪老抢人钱财？马匪没有，我们这儿安全着呢。倒是前2年啊，我家人进山，让黑豹给吃了。黑豹？啊，吃了好多人呢，这尸体都在这里呢，头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行了。老爷子年纪大了，别听他胡说。你们这边有黑豹出现了？是死了些人，但都不是我们这儿的，好像都是些商人啊，还有当官的。我觉得呀，就是钱来的不干净。不是人为的？谁知道呢？哎，对了，以前啊，这里有个茶铺，但是自从搬走了以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行，谢谢啊。啊。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办？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，麻烦你请回吧。那个，我是来找苏老板的，我之前来找过他，你告诉他不用害怕，我们已经找到杀害唐冠和陈李的凶手了。请进来说话吧。哟，苏老板这是怎么了？2位朋友相继遇害，对他打击太大了。他觉得没有保护好他们，尤其是我哥哥陈李。原来陈李是你哥哥，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？长安城里痛苦的回忆已经太多了，想回老家重新再开店。云溪，快给客人们倒茶。哎，好。3位官人，坐吧。我刚听说，凶手找到了。是，凶手曾经将同样的杀人手法运用在官道抢劫钱财上，然后呢，再把受害者制造成被猛兽袭击了的样子。太可怕了。请喝茶吧。那凶手为什么要杀2哥跟3哥呢？啊，我先喝口茶再说吧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。我要能帮到什么，您尽管说。我和云溪一定倾尽全力的帮助破案。我先上个茅厕，回来再说。云溪，快给官人倒茶。哎，来，喝茶。哎，谢谢啊。你
等明天一早，你就会像唐冠和陈礼一样，被黑豹撕得粉身碎骨。萨摩说的没错，真凶果然是你。不可能！我明明看你们几个都喝下去了。江湖伎俩。萨摩，戏演完了，起来吧。萨摩，起来了呀，起来啦！萨摩，明知有毒你还喝呀？萨摩，萨摩，快！萨摩。苏阳明，你可知罪？我无罪，我做的都是理所应当之事。那就让萨摩一条条的来问你。喵。你和唐冠还有陈礼3个人，于2年前来到长安，跟着马匪做起了黑店生意。你们的作案手法很简单，同时也很不容易被察觉。你们在官道旁开了一个茶馆，在茶里和酒里下药，那些歇脚的客人喝了之后就会想去上茅房，同时精神也开始涣散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把他放进去，让客人误以为看到了黑豹，这时就会用钢爪把他们杀掉分尸，造成被野兽残害分尸的假象，手段何其毒辣。由于不是人为作案，这案子自然进不了刑部的档案，所以紫苏对此毫无头绪。后来你们老大被抓了，你们3人呢决定金盆洗手。你呢打算开一家小店，然后娶妻生子，过安宁的生活。可是你这2个兄弟总是拖你的后腿，经常问你索要钱财。你想和云溪结婚，一方面呢你需要继续开店贴补家用，另一方面呢，你还需要供养唐冠，以及向陈礼准备所谓的彩礼。你终于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，于是你决定把2人杀人灭口，对吧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就在我第一次去你店里拜访你的时候，你的房门是虚掩着的。当时我就很纳闷，传闻唐冠是被仇家所杀，他出事后，你作为兄弟不藏不躲，不关房门，可见你根本就不怕有人来寻仇。其二，我自报家门，你却把官差挡在门外，这哪里是寻常百姓所为？我问你陈礼的地址，你让我自己去查。此时你是怕引火烧身，才对陈礼起了杀心吧？经过检验，这茶壶里面有致幻作用的迷药。他们本身就该死，因为他们没有权利阻止我过我想要的生活。那你有为云溪想过吗？你觉得你亲手杀了他的哥哥，你们还能若无其事的生活在一起吗？这是什么？
你说话呀！这是什么？你拿他做了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，阿明哥，你说话！别喝了！你别闹了！要是没你哥，咱们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云溪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放开我！我不希望咱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人瞧不起啊！可是他再怎么不对，他还是我哥呀！云溪，云溪，放开我！这是咱们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干嘛让你哥拿去妓院花呀？他可以喜欢自己的姑娘，但是他不能花咱们的钱呢。他知道这是从自己亲妹妹身上剥削吗？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吧？你怎么能狠心做出这种事情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哥哥不见了之后，我隐约有感觉，但是我不敢想，阿明哥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云溪，我承受的怎么没有人能看见呢？我苏阳明要的并不多，我要的只有你，一点都不多。我就是希望跟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。我之前想过，我想去求你哥，还有二哥，别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可他们不听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苏阳明，你可知罪？我没有罪，我自己做过的事，我从来都不后悔。来人，押下去，关进大牢，择日审判。